美国国庆日啊，50多个孩子殒命洪水，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起溺死事故。这里啊是德克萨斯州的心脏，叫瓜达卢佩河谷啊，这是一片可以说田园般的风景啊，和以清澈的河水闻名的土地啊。每年夏天呢，成百上千的孩子都会来到这儿啊，在这个古老的柏树下，在明亮的阳光中呢，度过他们这一生中难忘的暑假。那2025年的7月4号啊，本来也应该是这样普通的一天。很多人都在好奇啊，如果有上帝，那他的月份牌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呢？要不啊，显然上帝的日历和我们不同，要不他就是不给美国人面子。所以大而美嘛，我们看到的呀是地狱般的黑色。午夜之后啊，天堂呢就变成了地狱啊！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呢，就让瓜塔鲁佩河变成了一头愤怒的猛兽，在短短2个小时之内啊，水位暴涨了20英尺。所以一道致命的洪峰呢，就像一个高墙一样，向下游的营地啊无情的冲过来了。所以截止到现在啊，官方确认已经有24人死亡，超过25人失踪，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正在这个神秘营啊 Camp Mystic 里边熟睡的孩子。所以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呢，还是别的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看一看，在这一场让几十个年轻孩子丧命的这个悲剧里边，除了老天爷啊这个愤怒的自然力量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深的、更丑陋的这种责任的担当者啊？就是人的傲慢、制度的失灵，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冷酷漠视。所以这个到底是天灾呢，还是彻头彻尾的人祸呢？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灾难现场啊，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啊，这个科尔县的法官啊，就民选法官叫罗布凯利啊，面对镜头呢，他是有一种近乎推卸责任的口气，说什么我们没有预警系统啊。那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呢？从某种这个具体的角度来看啊，可能就是科尔县啊没有沿河安装那种昂贵的物理警报器啊，就是广播的滴答滴答响的。但是啊，还是掩盖了一连串已经被公开发布、足以拯救所有人的这个警告。那美国气象局啊 ，NWS 就发布了覆盖这个地区的洪水预警，叫 Flood Watch 啊。在气象学上呢，预警啊，它的含义就是条件已经成熟，哎，风暴正在靠近，所以你要密切关注并且做好准备。所以对于这个坐落在美国最危险的这个山洪走廊之一啊，就是有750个孩子在周边露营的这么个机构，这时候啊，你应该启动的是最高级别的应急响应。那实际上呢，他们没有做到。根据一位获救女孩的母亲啊，有一位律师叫 Serena， 她证实呢，德州的应急管理部门啊，它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从周四早上就发布相关的风险信息，信息是公开的，获取渠道也是通畅的。所以在洪峰到达前几个小时 ，NWS 的警告啊就迅速升级，从洪水警报就 Flood Warning 啊，就是洪水啊即将开始发生了。到凌晨4点以后呢，针对这个瓜达鲁佩河谷啊，就发出了最致命的警告，叫特别危险情况 （particularly dangerous situation）。警告词就是说，致命的洪峰正在移动，哎，立即寻求更高地势。但是啊，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神秘营他们这些管理者在做什么呢？显然啊，在他们100多年的运营历史里边啊，他们好像也没制定过有效的这种气象监控和应急疏散的方案啊。从周四下午一直到周五凌晨，他们有12个小时的这个黄金窗口期，足以把所有的孩子从河边的宿舍，你就转移到营区内任何一个地势稍高的建筑里边就行了。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选择了什么？无知，或者更准确的说呢，选择了不作为啊，就是这种不作为呢，它就是过失啊。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神秘营的网站上啊，我看到啊，这个营地呢，它是旨在给年轻女孩提供健康的基督教氛围，让他们培养卓越的个人品质和自尊。这个营员啊，来自德克萨斯州以及周边的家庭。那最小的营员呢，是秋季才升入3年级的孩子。按照
这个营地网站介绍啊，这个营地呢是成立于1926年，接近100年了。那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同一家族的几代人在经营。现在的主人叫迪克·伊斯特兰和崔蒂·伊斯特兰呢，是1974年以来就一直在经营这个营地啊，也50多年了。他们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毕业之后呢，曾经和前几任主人呢一起工作多年啊。营地呢包括射箭、烹饪、啦啦队、钓鱼一些体育活动。那营地的 Instagram 账户上也发布了一些视频，说今年夏天啊，有大批的女孩会参加集体的舞蹈表演。这个瓜达鲁佩河呀，它这个河段呢是多个儿童夏令营的营地。遗憾的是呢，这些营地活动啊，本来首先是应该是安全啊，你教育安全，你在河谷露营嘛，是吧？你首先你要看降雨和露营的地势，但这些都缺失了，或者说组织者和营地的管理者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那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啊，我们听到很多来自政客的呼吁啊，请为他们祈祷。祈祷啊，肯定啊能给这些悲伤中的人们带来一些精神慰藉。但是在这个悲剧里边啊，祈祷这个词就显得无比的讽刺啊。神秘营啊，它是一个拥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的100年营地，它给孩子们传授的是信仰、政治和品格。但是呢，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啊，就是科学和信仰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选择的呢？就有的网友啊，就在美国的一些新闻网站下评论说，祈祷上帝啊，你不如看看天气预报啊。比如像我们依赖偏方，其实你不如做个西医检查。所以这个不是对信仰本身的打击啊，而是对责任边界的这种拷问啊。当你的职责也就是保护生命的时候，你首要的信仰啊，应该是对科学知识的尊重和对可预见风险的这种敬畏，是吧？所以营地的这些管理者可能也是在祈祷风平浪静啊，但是他们的祈祷啊，取代了他们本应该履行的你查查天气预报的这个责任，是吧？所以你当一个组织数百人生命安全，你寄托在这种虚无缥缈的希望，而不是建立在数据和科学之上的这个具体行动的时候啊，这就不是虔诚啊，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渎职。所以这种把责任推给天意的这个行为啊，本身我觉得就是对生命最冷酷的这个漠视啊。所以德州的这个洪水悲剧啊，它不是孤立啊。我们看看全球啊，这个许多震惊世界的灾难，它的背后其实都有着惊人的相似的逻辑链条，就是被忽视的这种警告，失灵的监管以及什么呢？被放弃的这种责任。你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最知名的2007年美国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这个枪击案，32人遇难啊。那枪手啊，在早上7点15分就在宿舍楼下杀了2个人。校方啊，在长达2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没有向全校师生发出明确的关于枪手在学校的校园警报。他们担心的引发恐慌，选择了模糊不清的这个邮件通知。就是在这致命的2个多小时啊，让枪手呢可以从容的前往教学楼，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校园枪击。那这儿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危险信号出现之后啊，管理者他没有能及时有效的发出预警，就导致了全面危险的这个爆发。责任人呢就是大学的管理层。那第二个案例啊，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我多次也讲过的2022年这个长沙自建楼房倒塌事故，54个人遇难。那这一栋有居民违规是吧，加到7、8层那个建筑忽然倒塌之后呢，调查显示啊，从房主、设计施工方到社区街道办，再到最高层级的这个老太爷们啊，住建部门都这是几十名公职人员，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边，对于这座都不是这一座了，这一片空中楼阁都视而不见，野蛮生长，甚至通过伪造文件、收受贿赂为他保驾护航。就这里的共同点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的监管失灵和制度性的腐败，所以让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风险呢得以存在，而且呢，直到酿成悲剧，不然的话就没有停止。所以责任人啊，从这个房主到数十名的政府官员，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和实质链。所以现在德州的洪水啊，这个他的责任啊，就是他的责任链条吧，更像一个呢，就是既有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那么个机构性失职，就是
这个神秘营的管理组织方啊，他是责任主体，他没有能履行他的注意的义务，也可能啊会牵涉出类似于长沙塔楼式的这个监管漏洞。就这一类啊，就开设在自然灾害高发风险区的这个商业夏令营，这个德州呢，它是不是有明确的安全监管法规呢？就县政府啊，它是不是履行了监管职责呢？就是那个民选法官说了一句：“我们没有预警系统。”你到底是财政不足、无奈呢，还是你就是监管懒政的这个借口呢？所以将来啊，我们可以预见啊，这样的事儿，就未来这个审判啊，会从至少3个方面展开。就是神秘营的所有者和主要管理人员，很有可能会面临过失致死或者是危害儿童安全啊多项重罪指控。你别担心，这些家长会起诉他们的。这个检方啊会指出呢，他们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死亡，挡碍他们的，很有可能就是漫长的牢狱之灾和诉讼啊。第二就是民事诉讼的赔偿啊，那么几十个破碎家庭会发起天文数字的非正常死亡，就是 wrongful death 这么一个诉讼，最终的赔偿金额足以让这个百年营地啊和它背后的任何商业实体彻底破产。这个不是经济上的惩罚呀，而是对它品牌以及声誉是永久性的摧毁了啊。最后就是立法的改革，如果所谓 mega 啊，美国还想伟大的话，就像这个弗吉尼亚枪击案，就催生了更严格的校园安全法规，当然看起来也是徒劳的呀。那这一场洪水悲剧，它如果不能推动德州乃至全美出台针对夏令营，特别是高风险地区夏令营的这个法案，MAGA 就是一句屁话啊！强制性的这种气象监管设备啊，比较认证的应急预案啊，定期的疏散演练，都应该被写入法律，以血的代价换来制度的这个补丁。这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河水呢，最终也会退去啊，搜救很快也会结束了，因为洪水退得很快。但是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啊，这个他们家里边的那个光明的时间永远就停留在了2025年7月的，就是昨天那个雨夜。所以这些孩子呀，不该仅仅视为一场洪水的遇难者，而是一场可耻的系统性的人为渎职的牺牲品。所以我觉得呀，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呢，不是祈祷，而是问责。就对未来最好的保护，它不是遗忘，是改革，是吧？所以美国国庆日发生这样的悲剧，这可能是在刚刚开始。那么根据我的搜索呀，以及回顾美国历史上相关的灾难发生在神秘营的这一起事件，已经构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单一事件引起导致儿童和学生溺死最大的事故。好吧，谢谢大家收看，再见。